iPhone 14 Pro Max 对比 iPhone 13 Pro Max 不差钱的情况下，依然首推入手14 Pro Max。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磁场。外界一直在流传着关于 iPhone 14系列的消息，它即将发布，无论是外观设计方面还是硬件参数都有一定程度的爆料，这也让很多用户产生了买更贵的 iPhone 14 Pro Max， 但选择上一代 iPhone 13 Pro Max 因为价格更便宜。在这种纠结的情况怎么选？我们不妨往下。屏幕之间区别 ，iPhone 14 Pro Max 正面采用的是挖孔屏设计，并且类似于感叹号，和普通的双挖孔以及单挖孔屏设计有着明显的不同。iPhone 13 Pro Max 正面采用的是刘海屏设计，和前几代的刘海屏设计相比，仅是变得更窄，也没有太多吸引人的地方。另外 ，iPhone 14 Pro Max 采用的高刷新率屏幕，据说刷新率最低可达1赫兹，以此来适配 iOS 16系统中的息屏显示功能，并且以此来增加产品本身的卖点。而 iPhone 13 Pro Max 正面采用的是 6.7 英寸超视网膜 XDR 屏幕，这块屏幕比 iPhone 13的显示效果更通透，而且还支持120赫兹智能动态刷新率，最低可达10赫兹刷新率。但是从 iPhone 14 Pro Max 的爆料信息来看，其屏幕素质明显要更强一些，但是具体会不会带来功耗方面的降低和提升屏幕显示效果，还真的很难下定论，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爆料信息。核心配置区别 ，iPhone 14 Pro Max 搭载的是满血版 A16 处理器，据说会升级为台积电5纳米 N5P 工艺，将带来 11% 的性能提升。22% 的能效提升和 6% 的密度提升，内存也会从 LPDDR4 升级到 LPDDR5， 同样为 6GB， 内存带宽提升 50%。关键是 CPU 性能将会提升 15%， GPU 性能则是会提升 25%至30%， 这个提升是相当大的了，也是比较期待的地方。iPhone 13 Pro Max 搭载的是满血版 A15 处理器，目前功耗和性能表现都没有问题，关键是苹果手机的 A 系列处理器在移动端一直都没有什么对手，这次应该也不会例外。拍照方面区别 ，iPhone 14 Pro Max 的机身背部镜头有了明显的改变，将会从1200万像素升级到4800万，并且会采用4800万加1200万加1200万的组合方式。据说前置镜头也会升级，这点还是可以好好期待下。iPhone 13 Pro Max 采用的是后置3摄镜头组合，分别是1200万加1200万加1200万的竞争组合，并且在微距镜头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由此可见，新机正在逐渐弥补曾经的短板，也可以看出苹果手机已经在新机上带来了很不错的诚意。其他方面区别 ，iPhone 14 Pro Max 作为新机，应该会升级到骁龙 X65 基带，这是高通去年初发布的 5G 基带，也是高通第4代 5G 基带了，使用的是4纳米工艺生产，并且支持全球不同地区的主要频段，也是全球首个10GB 每秒的 5G 基带。同时 ，iPhone 14 Pro Max 身为新机，在系统兼容性方面应该会变得更强一些，电池容量上应该差不多。但得益于16芯片，使同样的电池，但续航还是提升了，这14 Pro Max 的优势。至于功能方面的改变应该不会特别大，但作为新机，等到正式发布之后，估计 iPhone 13 Pro Max 已经下架了，你仅可底价买到库存。也就是说，经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 iPhone 13 Pro Max 目前的优势依旧很明显，而 iPhone 14 Pro Max 身为新机也带来了该有的素质。iPhone 14系列最值得入手的仅是 Pro 系列。如果你打算入手的产品中不考虑上一代产品，那么整个 iPhone 14系列其他设备是否值得入手？现在的 iPhone 14系列中，从目前爆料中可以看出 ，iPhone 14、14 Plus 只是 iPhone 13的小幅升级，可以认为是 iPhone 13的换新版，将 iPhone 13的残血版 A15 芯片更换为与 iPhone 13 Pro 同款的满血版 A15。仅是性能略有提升，这最新可能会让果粉的失望大过惊喜。在 iPhone 14系列的4款机型中，
其实只有 iPhone 14 Pro 与14 Pro Max 最值得入手，但是要更贵一点。根据爆料的信息，14 Pro 和14 Pro Max 很可能涨价$100左右，也就是说14 Pro 将卖到$1099，而14 Pro Max 将卖$1199。但它们的提升，我们可以快速了解一下。iPhone 14 Pro、14 Pro Max 将采用新的感叹号打孔屏，屏幕尺寸分别为6.1英寸和6.7英寸，支持 ProMotion 自适应最大120赫兹刷新率，局部峰值亮度达到了1500 nits， 而全局峰值亮度也提升到了1200 nits， 也具有息屏显示屏功能。在镜头上后置4800万像素主摄加1200万像素超广角加1200万像素人像三摄，超广角镜头的微距拍摄也升级到1厘米，变焦也提升到0.5倍至5倍。由于4800万像素主摄加入，还可录制 8K 视频，同时雷达激光扫描镜头还升级为 LiDAR 2.0 版本。前置的12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具有自动对焦功能和更大的 1.9 光圈，改善了人像模式照片和视频的景深效果。在续航和快充上，它们的提升很小，增加续航也是依赖 A16 芯片。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和留言。